我奶今天让我爷让早市买几个老式的小面包，但现在哈尔滨下大雪呢，我爷就说这天人家不能出摊。我奶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呀，你不去看看你怎么知道呢？完了，老头就找了1个多小时，顶着一身鹅毛回来了，说那鱼真没来。我奶说你看没看见，就你给我降2分钟，人都收摊了，你明天你心里有点数，你早点起来去吧。今天又给我奶炖个大肘子，前2天不包的肘子包子吗？但我奶说今天想让肘子纯粹一点，还做了3色爆豆，95的油都要涨到9块了，要不是为了捞我爷，我真舍不得使这么多油。还给我奶做了一个蜜汁口类排，这排骨给我奶吃高兴了。我奶说你这个菜啊，属于是麻雀吃了牛屁股啊，确实牛批。我奶最近血糖比较稳定，这烤牛奶、奶酪棒、芝士条，隔2天就来一顿，还做了把子肉。我是第一次做这个菜，我决定以后有它就不吃扒肉了，真的特别香。完我跟我奶说，这玩意儿好像跟刘关张拜把子有点关系。我奶叹了口气，自己在那捣鼓，哎呀，生不逢时啊。来吧，香香的3道广汤、汤肘、烤奶、蜜排、虾花、牛竹啊、老包、把肉。我奶现在热衷于跟老同事分享每天的菜谱，只要我来，每天晚上8点半电视剧都不看了，非得给那个老同事打电话讲讲他今天都吃了啥。这老同事也挺有意思，总喊他来吃饭，那可能不太好意思，一直也没来，天天就在家跟老伴煮饺子，完了没事听我奶给他讲肘子。他原话在哈尔滨你是属于最有福的，在全国你也数着着。那你看人全国能有，主要是全国没有几个80多岁像你嘴这么壮的。对呀，对呀。我奶自从吃上了炒酸奶和蛋堡之后，就对这种没吃过的东西非常有兴趣。今天告诉不用炒菜了，再整点这样的小零食尝尝鲜儿。但是这2天对蛋堡念念不忘，做了一大锅。我奶现在早餐就是2蛋堡加1碗泡面粥，完还配了一个章鱼小丸子的盘。今天先浅做一下，给我奶尝着原味的。等过2天再给我奶来个肘子小丸子，还给我奶来了几个炸蛋，重点是给他配了1碗肘子老汤，这给我奶香的呀，3人扶着吃还吵着迷糊呢。还给我奶做了一个漏奶滑，这里边有炼乳、黄油、牛奶，贼香。最主要是切开这一下，我感觉特别爽。然后我就飘了，我寻做几个甜点。哈尔滨烘焙废物名不虚传啊，一个草莓瑞士卷，一个冰山熔岩巧克力，这卖相都不是条好狗啃的。但是反转来了，我烤出来一个堪称祖坟冒青烟的半熟芝士。我当然都想给自己磕一个了，我从来没烤过这么板着的半熟芝士。正当我准备给它拿出来好好照照相的时候，我翘溜啊，反转又来了。我去。不动了都，完了，咋了？这是的，我当时心梗都犯了，要不是我弟想不起来120多少号，我现在就在医院了。完今天还给我奶买了几个蛋网红，我奶刚开始还不愿意吃呢，说这干巴水果有啥吃的呀？后来吃一块就上头了，恨不得一边打胰岛素一边吃。这玩意儿也没有刚开始卖那么贵了，我领完券买4盒才100块钱。然后最近不是疫情了吗？给奶买了好多零食，这一桌子点左下角就能看同款。我奶说了，等这些吃完了，争取写个3000字的吃后感，挨个点评点评。今天没有主食，全是零食。完等我到我奶奶去的时候，她说想吃炒酸奶，让我俩炒一锅再走。等我奶说不明白这玩意儿叫啥，她说就是那个冰糕，俩拿刮刀腻出来那个。这么好看，你咋不吃呢？走吧，我这2天不能吃凉的，走吧。今天是我们在这小院的最后一天了，假期要结束了，就想珍惜每分每秒。但是早上睁眼睛就下午3点半了，只能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吃顿好点早餐了。看着炭和炉子就明白了，今天早餐肯定吃的是铜锅涮肉啊！冷天吃火锅太让人兴奋了，尤其是现在这天，小冷风往脸上一吹，小麻酱往肉上一蘸，哎呀我去，这画面有夕阳，有小院，有涮肉，这要再有条金色小狗在地下跑，那就是神仙日子。但我环顾四周，我们几个黑不溜秋的，谁都没法胜任这个角色。我先拉倒吧，凡人也挺好。我们来之前算了算，已经快1个月没吃串了。1个月呀，你不知道一个东北人是怎么挺过来的呀。完今天烤点羊肉串，烤点大腰子。出发之前检查好几遍，忘带泳裤都不带忘带这点腰子。完趁他们烤串呢，我要偷摸给前女友买点东西。最近3月8德国女孩节，老多大牌美妆都打折了。阿玛尼口红比专柜便宜一半 ，SK2 的套装5件套才400多，还有香水、防晒、眼霜啥的都贼合适。从评论区链接点进去，还有专属的优惠活动呢。你们要指不上前男友，就赶紧趁现在补货。完我买完了，这串也烤好了，孜然的香味一出来，我当时就开悟了。这人活着呀，我就是为了这口串啊。
主力锅疙瘩汤就是疙瘩有点抓多了，打了2个温泉未遂蛋，事实证明24小时也不熟。等我再有假了，我上这连住1周，我认可泡芙呢了，我就看看这蛋多长时间能熟。完热乎喝点疙瘩汤，我弟又上池里泡去了。你说这小子多没正事儿，开300多公里来干啥来了？早晨本来就没起来，温泉泡2下就得了呗，不赶紧找准自己的东南西北，再摸上9981圈。完我们打到2点多出门放烟花去了。我看天上都是星星，我就让他们赶紧抬头看。我弟给我个大波溜子，非说啥也没有。我寻完了，我哥俩这麻将打的指定有一个是白内障了。我前2天看纪录片，看到了竹升面的制作过程，看他们蹦来蹦去的感觉可欢乐了，所以我也买了2根大竹竿子，打算在家体验一下。不过和这个面呢还需要点门槛，要没个3、5年和水泥的底子还真不太好干呢。然后我们在家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加杠杆的地方就是这个口压移植，但是跳了都没超过20下，我们就给人故居拆迁了。后来我开动了一下我聪明的小脑瓜，用最简洁的办法把杠杆的一端给固定了。现在这个设备唯一的弊端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也就是说压面的人越欢乐，压杆的人就越痛苦。所以老话说得好啊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了。然后这么压太累了，我们其实还尝试了一下豚生面，但这面团太硬了，试了几下之后差点没给后胸磨平了。我看纪录片里讲老师傅35分钟就能压10斤面，但我们却整整折腾了8个小时。接下来就可以用压面机了。我其实怀疑过这玩意儿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代替竹竿，但人太多我也没敢生长。再一个刀头好像也买错了，这看着也不像竹升面呢，就这宽窄，这怎么看怎么像珠江面呢。后来我寻思珠江就珠江吧，4个人已经凑不出1条好腿能接着竹升了，然后就准备吊汤做云吞了。这会儿我们已经累懵了，这一瓶水说干就干了。我最近买了好多这个景田纯净水，口感甘甜顺滑，主要我特别喜欢它新一季的 slogan 热爱前行，这种一直在前进的感觉特别燃，喝完感觉还能再干3天3夜。而且它换了个新皮肤啊，希望这锦鲤能给这汤底带点好运吧，因为这面已经奔珠江去了，这云吞吧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学了1个多小时包成这熊样，就我们包这玩意儿，吃云吞的和吃馄饨的看了都沉默了。历时了2天1.5夜，我们终于在2伏那天的最后10分钟压哨吃上一口热乎面条，然后在饭店还买了一份云吞面，感觉跟我们做的除了名一样，剩哪儿都不一样。但我坚持认为还是自己做的这份更好吃。不过其实挺好奇的，就是第一个人是怎么想到这种制作方式的呢？但我估计他千想万想，怎么也想不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东北，有4个大小伙子差点给他演变成了断子绝孙面。今天在家尝尝生腌，不都说这玩意儿是潮汕毒药吗？不知道这东北大肠能不能苟住啊？配方是我国潮汕地区著名痛风夫妻加之派和他的大哥大提供的。他说你只要按照我这个配方来，口味我保理，肠胃靠自己。这给我弟吓的，提前2天就在家吃蒙头吃散。我们同学更狠，昨天晚上在家翻箱倒柜吃剩菜，专挑馊的吃。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没啥可穿的了。他说这回可以放心吃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这玩意儿吧，能不能吃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要是不吃主食，肯定是不能吃饱。做了2份煲仔饭、辣味双拼和豉汁排骨，然后留了几个虾和虾爬子、主力锅海鲜粥，还做了广式鸡煲。感觉好长时间没吃这菜了，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为有点不太好，惦记吃生腌，怕吃不饱又做了别的菜，这不纯拿鸡煲当备胎呢吗？这不。这生腌一开盖，那味儿真鲜，闻着就好吃。我们同学差点没一个猛扎里，正好他愿意闻着味儿，我说你分装吧，我就把快递拆了。之前相中一块运动手表，终于赶上得物搞活动了。我看的时候小1000呢，前2天500多就买了。他们最近有一个部分手表首单55折的活动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我看有几块卡西欧啊、MLB 啊都挺好看的，可以去看看。但他这个链接里吧，还有一块黑水鬼，我点我都没敢点。你们谁卡里要是没有这么多钱不怕划错的，能不能帮我点开看看他打几折？来吧，吃串了，这玩意儿吃着吧没那么可怕，而且我觉得挺好吃，海鲜也没什么腥味儿，料汁儿是吃火锅的肥牛汁儿、海鲜汁儿那个味儿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鲜甜的。其实最好吃的是皮皮虾，但就是太扎嘴了，吃这玩意儿嘛费上牙糖呢呀。粉生腌配上砂锅粥，这听起来就很人字拖。完，我们同学把那盘虾爬都吃了之后，把我电褥拿走，他说今天晚上得开着睡了，一旦有个什么意外的话，从烹饪角度来讲，这就叫大火收汁儿。